我是威廉。凯特，你这一集不是说我们要跟网友们讲一下我们抚育孩子的一些 pebble， 让他们也知道我们的方法是什么，可以做个比较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其实啊，我觉得教小孩子很简单。我其实以前也没怎么教小孩，就是每天问他3句话。在他国中以前是哪3句话呢？就是你以后要跟谁结婚？你以后要做什么？你今天快乐吗？我为什么要问这3句话？因为这3句话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3件事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以后要跟谁结婚，那他可能会说要跟妈妈结婚。问女孩子的话就说要跟爸爸结婚。这时候呢，比如说我的孩子是男的，我就跟他说你不可以跟妈妈结婚哦，因为妈妈是爸爸的新娘啊之类的。然后你就说你要跟同样也是女孩子，你的对象是怎么样的女孩子，这就是一种性别教育。你也可以从这边啊，就是启蒙他的两性关系的概念。然后呢，那他万一说他说我要跟某某兄弟结婚，这时候你就要从旁去观察。比如说他是男的，他说他要跟某某兄弟结婚，那你就要，或是说他要跟爸爸结婚，这时候你就可以去观察为什么小孩会有这样的想法，你们家人的相处关系有什么不一样，或者是说这是你所期待的关系，你都可以从这方面去观察。那接下来呢，你第2句话就问他说你以后想做什么，这句话就可以让他不断的去思考他在未来的社会里面，他想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什么样的工作可以让他觉得很快乐、很愉快，乐于模仿，乐于从事。那他可能有一阵子就会变，比如说我今天要当消防队，然后改天又要写小说，那有时候要当科学家。那不管他想要做什么，我通常都不会从中阻挠或是加以引导，通常都会全力的支持。但是有时候我也是会有一些做错事啊，比如说当时候我朋友的小孩说要当律师的时候，因为我很疼那个小孩，我就会加入了自己个人的意见。但我觉得这其实是不必要，因为每一个小孩子啊，他们就会有自己的想法，而且他们想要从事的那个行业都是因为他们心中会有一些概念，或者一些特殊的想象。那你可以从中引导，问他说你为什么想要做这方面的事情。比如说像那个小孩，他就是很有正义感，那我当时是觉得说他那么善良，怕他被欺负，所以我就会先有成见，而没有去看到他心中正义感的那一部分。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。所以我们大人啊，一定要就是从中加以支持，然后让他们的本性可以得以发挥，这样子我觉得对每一个小朋友是更好的。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你今天快乐吗？因为每一个小孩个性不一样，有的火象星座，或者是风象星座，或者是比较热情的水象星座，他们都会很容易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。可是像巨蟹座啊、天蝎座这种内心比较感情丰富，可是比较害羞的小孩子，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比较委婉或者比较腼腆。这时候就需要大人去启发他们，就是要去引导，让他们说出他们今天的感受，然后怎么样的心情是可以抒发，怎样是要让他发泄的。比如说看到他画图，常常画出一些很光怪陆离、很暴力或者是很生气的画面的时候，这时候他可能就心中会有一些愤怒，这都是大人需要注意的。当然，除了上述的3句话，抚育小孩最重要就是建立他们正确的饮食观念。那他们的饮食观念我是怎么建立的呢？就是用我跟学校所学的这一套营养观念。威廉，你说是不是呢？对啊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我们在食品营养学所获得的知识，我觉得使用在孩子的饮食上真的是获益良多。那我觉得这3句话虽然是很简单的3句话，确实可以让父母去了解小孩子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，然后他们也会更乐于跟父母诉说，然后父母能够倾听陪伴，我觉得这都是对小孩子最好的帮助。那后来我们的小孩啊，也成长成非常独立自主的孩子，也是我们的骄傲你觉得呢？是不是？凯特，听你这样讲，我觉得你对小孩子的教育确实是有你独到的地方。我觉得
网友们也可以从我们的对话中可以去思索我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。当然，每个人教育孩子的方式跟态度是不一样的啦，你们可以参考看看，也许也可以有值得引用的地方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，我们下个礼拜见喽，拜拜拜。拜拜。